杨振宁近日庆祝了他的102岁寿辰，现场气氛感人至深。然而，他的小54岁妻子在庆祝活动中突然痛哭，令人关注。伴随着泪水，媒体也开始挖掘他们婚姻背后的故事，尤其是离婚内幕的传闻浮出水面。传言称，随着两人关系的变化，涉及的20亿财产分配问题也引发了不少讨论，令人对这位诺贝尔奖得主的私人生活充满好奇。在庆祝这位传奇人物的同时，众人也对他和妻子的未来充满了疑虑与猜测。杨振宁目前的情况怎么样了？网传他的20亿遗产又是怎么分配？网传20亿遗产与翁帆无关，翁帆竟表示同意。目前，杨振宁具体情况不明，但守在前线的媒体似乎早已备好了养老去世后的物料。可见这一次，养老的身体情况不太乐观。老话说，人活过了100岁，剩下的每一天都是在跟阎王抢时间。杨振宁作为对国家有巨大贡献的科学家，他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亿万国人的心。杨振宁住院期间，小他54岁的妻子翁帆一直衣不解带地在床前伺候。据说，杨振宁的身体从去年不小心摔了一跤开始就一直不好，这几个月几乎一直在医院疗养。医生说养老的脊椎骨裂，去年年末又迎来了疫情的高发期，撑到如今已经非常幸运了。或许是预感到自己的身体情况，杨振宁立遗嘱的事情也提上了日程。根据网上传出公布的消息，杨振宁有20亿的财产，悉数给了几个子女，妻子翁帆竟1分都没有。翁帆唯一拥有的是目前所居住的别墅的永久居住权。这份遗嘱一曝光就引起了轩然大波，毕竟杨振宁作为物理学界泰斗，为推动世界物理学发展，推动中国科学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。除了科学上的造诣，杨振宁与翁帆坚贞不渝的爱情也让人津津乐道。当初28岁的翁帆和82岁的杨振宁结婚的消息轰动全网，叫骂声铺天盖地而来，没有人看好这对恋人，甚至大部分人都认为翁帆并非真的爱上了杨振宁，不过是为了他雄厚的遗产罢了。翁帆等了19年，从自己的28岁等到47岁，终于等到了遗产分配的时间。可是19年的青春换来的竟然是一无所有，这个结果出乎所有人的预料，舆论瞬间炸开锅。只有翁帆依旧淡定，他说：“我从来就不是为了钱。”翁帆的大度让网友更加摸不清头脑。这段相差54岁的爷孙恋真的是出于爱情吗？杨振宁，我希望他改嫁。杨振宁曾说，希望可以陪着翁帆走到120岁。杨振宁认为人一辈子就应该只有一段爱情。他曾表示，若是自己走了，希望他能改嫁，如果不想结婚，找一个新的男朋友，年龄般配的，继续幸福，而不是一个人孤独终老。但杨振宁还是希望能够一直守护在翁帆的身边，活到120岁。早前就有消息称，杨振宁借了高压氧舱等高科技续命，如今距离120岁还差19年，杨振宁已经卧病在床。杨振宁一直都知道，自己和翁帆之间差了太多年，两人不可能白头到老。他不止一次说过，如果我不在了，我希望你能重新嫁人，找到自己的幸福。翁帆听完十分不悦，义正言辞地表示，没有你，我愿意单身一辈子。杨振宁和翁帆之间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感情？这些年的相处和翁帆的表现，似乎都证实了翁帆真的不是为了钱才嫁给杨振宁。两人之间真的是《诗经》中君生我为生，我生君已老的爱情吗？2004年12月，耄耋老人杨振宁传出结婚的消息。这个年纪的老人结婚已经令人震惊了，结婚的对象竟然还是28岁的小姑娘。毫不客气地说，翁帆的年纪跟杨振宁的孙女差不多。杨振宁娶翁帆的时候已经是顶流科学家了，曾获得过诺贝尔物理学奖、爱因斯坦奖、求是终身成就奖等等，可以说辉煌半生。如今早已功成名就，名满天下了。
翁帆或许不如杨振宁，但是他的家世能力在普通人中都属于佼佼者。翁帆是广东人，出生于1976年，他的父亲在杂志社工作，家中读书氛围浓厚，对女儿的教育也很严格。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，翁帆成长为了一个读诗书、懂礼仪的大家闺秀，学习上也非常优秀。翁帆曾就读于清华大学，最高学历是博士。他在大学期间追求者无数，但他一心只有学业，学习成绩常年第一。这样优秀的女孩子，可以预知未来一定不会差。翁帆和杨振宁一样有2段婚姻，她的第1段婚姻并不幸福，和前夫在一起不到2年就匆匆结束了。翁帆第一次和杨振宁见面是在1995年，学校派遣翁帆为代表接待杨振宁和其夫人。那个时候，杨振宁已经70多岁，他的妻子也是他曾经的学生，名叫杜志礼，也快70岁了。2人一共生育了3个孩子，2儿1女。翁帆和杨振宁夫妻第一次见面，就被2人渊博的学识震惊了。从此之后，翁帆就时常以一个小辈的身份给2人写信，请他们解惑，跟他们分享生活。2003年，杨振宁的妻子杜志礼离世，杨老悲痛万分，一腔心事无处排解。他想起了一直都和自己书信往来的翁帆，于是试着给他打去电话。没想到2个相差54岁的人竟然在电话里像老朋友一样相谈甚欢。翁帆的活泼与健谈让杨振宁内心的苦闷一扫而空。翁帆倾慕杨振宁的学识，对他为人处事的豁达开朗十分着迷。杨振宁也发现自己喜欢跟翁帆聊天，他总能轻易让自己开怀。再次见面的时候，2人之间的气氛有了微妙的变化。他们并排走在石子路上，翁帆的心开始砰砰直跳。这一刻，他才真正发现自己爱上了杨振宁。翁帆首先表达了自己的心意，他给杨振宁写了一首英文诗。杨振宁看过之后，立刻就明白了翁帆的心思。2004年，82岁的杨振宁决定离经叛道了一回，勇敢地向年仅28岁的翁帆求婚了。这段感情虽然得到了2位当事人的同意，但是婚姻是2个家庭的事情。当翁帆带着杨振宁回家的时候，翁父一眼就认出了杨振宇，心里难掩激动。但是当他得知这位耄耋老人是自己女儿男朋友的时候，还是忍不住连连摆手。翁父说，你完全可以像普通人一样结婚生子，我们可以保护你。如果你跟杨振宁在一起，外界不仅不会理解你，还会把你当作拜金女，以后的压力不会小。但是翁帆很坚决，翁父也很敬仰杨振宁，于是同意了他们的婚事。杨振宁的子女对这件事更加豁达，他们完全理解父亲，也很满意这个新母亲。杨振宁和翁帆的忘年恋得到了双方家庭的肯定，却被外界骂得狗血喷头。一向口碑很好的科学家，因为个人私事上了热搜，被网友骂为老不尊，娶一个能做自己孙女的老婆，一辈子的荣耀因为这件事口碑下滑。关于翁帆，大家的评价更加极端，似乎所有人都认定了翁帆对杨振宁没有爱，只有利用。舆论越演越烈，翁父也在采访中澄清，这是女儿的选择，她愿意照顾杨老一辈子，我们也替她高兴。尽管外界没有理解过这对相差54岁的夫妻，但是他们还是过上了幸福的婚后生活。翁帆一直一心一意地照顾着杨振宁，陪着他逛公园，参加座谈会和晚宴，2人每一次出现都谈笑晏晏，2人眼里始终装满了彼此，在一起的时候总有说不完的话题。如今杨振宁走到了101岁的年纪，躺在病床上写下了自己的遗嘱。他给翁帆的只有一句关于改嫁的祝福和一套别墅的永久居住权，20亿的财产，1分不少都给了儿女。无论翁帆是为了爱还是为了钱，19年的青春相伴都让网友为他鸣不平。翁帆也终于在这个时候彻底地向大家证明了自己嫁给杨振宁
从来不是贪图钱财，爱情从来都是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的事情。如今杨老病情未泯，我们能做的只有默默祈祷，希望他早日康复。杨振宁可以如当初所想那般，牵手翁帆走到120岁。